唱别嘛，我说你唱的什么啊？他说我唱的两小时没了。我说你唱的是我呗。啊，唱的是你。他说你搁哪来？我说我够了。男子借走妹夫的车去街上赶集，结果傍晚回家时却将一辆4轮连人带车给撞进沟里，吓得男子当场裤裆惊湿，急忙给妹夫打去电话求助。怎料妹夫的手机铃声竟在沟里从内向外传播开来，就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我唱的两小时没了。我说你唱的是我呗。啊，唱的是你。他说你搁哪来？我说我够了。可既然是姐夫把妹夫撞进沟里，那么这起事故赔偿该如何划分呢？事情还要在2021年10月10日这天说起。一名男子给派出所打来求助电话，表示自己不小心把一个农用4轮车给撞进了沟里，希望警方赶紧来到现场，不然的话沟里的人就会没命了。警方闻言不敢耽搁，立即来到现场开始救援工作。一上来就发现了躺在沟里的4轮车，在车的下面还压着一名男子，无论警方如何叫喊，对方都没回应，无奈下只好固定好绳索，开启救援工作。因为当时正在下雨，在雨水的击打下，导致救援之路满是泥泞，外加夜晚视线模糊不清，让警方的救援工作苦难重重。好在有附近群众的帮助，这才将沟里的人和车给解救了上来。得知被撞人员没有生命危险，越野车司机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，随后向警方解释，这名被撞的男子其实是自己的妹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唱别嘛，我说你唱的什么啊？他说我唱的两小时没了。我说你唱的是我呗。啊，唱的是你。他说你搁哪来？我说我够了。男子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被大舅哥连人带车撞进沟里。原来就在事发当天，高先生打算去城里赶集，于是找到妹夫想要把车给借走，恰好妹夫也要去城里买辆农用4轮。就这样两人结伴而行，来到县城。忙完之后天色已黑，妹夫在前方骑着4轮，高先生则在后方帮忙开灯照路。期间妹夫突然想起4轮车还需要买一个零件，于是委托大舅哥返回城里购买，他自己摸黑回家也并无大碍。高先生买完零件后便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赶，结果意外撞上了一辆4轮车，巨大的冲击力导致4轮车瞬间坠入沟底。当时怎么回事？当时就是刚才我说的，过来个大车，照着看不见啥了，拉一股子白烟过去，白烟过去以后，我就到他这个4轮顶后头了。高先生表示，当时那辆大货车不讲武德，始终开着远光灯，刺眼的光芒让他仿佛看到了天堂。直到货车和自己擦肩而过后，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辆4轮车的屁后，想要刹车已经为时已晚。就这样悲剧发生了。慌乱不已的高先生见状，立即给妹夫打去电话求助。可令他倍感意外的是，妹夫的手机铃声竟在沟里响了起来。唱别嘛，我说你唱的什么啊？他说我唱的两小时没了。我说你唱的是我呗。啊，唱的是你。他说你搁哪来？我说我够了。男子开走妹夫车却发生意外，将一辆4轮连人带车撞进沟里，给妹夫打去电话求救。结果一道熟悉的手机铃声从沟里响起。此时被压在车底的王先生看到是大舅哥给自己打来的电话，这让他感觉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。然而当他接听电话后，却再也笑不起来了，因为据大舅哥所说，他刚才撞了一辆4轮车，现在人和车都在沟里躺着，让妹夫赶紧来到现场帮他解救沟里的伤者。听闻此言，王先生嚎啕大哭，让大舅哥下来看看他所撞之人是不是自己。下去查看情况，后来我也给他打电话，第一次打电话他没接，第二次也给他打电话，后来他就接电话，他说我说我撞了一个小4轮，他说你撞的是我呗。当大舅哥得知沟里的伤者其实是自己的妹夫，一时间长舒了一口气，还好撞的是自家人，如果是别人的话，说不定会讹得自己裤子都穿不上。而妹夫王先生则彻底崩溃，因为被撞后的他已经打开了手机上的买房软件，打算向肇事者讹一套房子，结果肇事者却是自己大舅哥，而且大舅哥所开的车也是从自己手里借的，被亲人开着自己的车来撞自己，他内心别提有多难受了。好在王先生只是断了2根肋骨，经过康复疗养后很快就能出院，因为双方都是实在亲戚，王先生也不打算索要赔偿了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不了了。他说你不会去借钱了，会去泰拳医你老爸。我说我老爸病了，就是这样。我说来不了啊，走不了啊。他说你可以把针头拉开嘛，用车拉过来给我照个相就可以拿钱了嘛。老人患病住院，急等救命钱，可就当儿女拿着老人存折去银行取钱时，却遭拒绝，要求必须本人到场，否则就无法取钱。可老人正躺在病床上，生命垂危，怎么可能让他本人到场呢？谁知银行闻言，依旧态度强硬，不肯掏钱，导致老人错过了抢救时间，被医院宣告死亡。
更可气的是，银行行长始终拒绝给家属一个交代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眼前的便是去世老人的儿子邓翰林。谈起父亲的死因，他坚定不移地表示，是被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活活逼死的。就在事发前不久，70岁的老父亲突然身患中风，被送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儿女几人为了医治父亲，可谓是掏空了家产，但治疗费用却只增不减。无奈下，儿女几人便商量，把父亲存折内的3万元取出应急。就这样，邓翰林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当地银行取钱，谁知在如此焦急的时刻，却遭到工作人员的拒绝，表示老人的身份证姓名有错别字，所以无法将钱取出。我老爸的存折了，身份证了，2个身份证了，还有那个我们说户口簿的，还有我的身份证，我的户口簿了。我拿给他，他说你不是本人了，你的身份证不一样，你到管理区那里开个名了。就这样，邓翰林跑到村委会，将父亲姓名改正后，再次来到银行。儿女迫于无奈，只好把老人连人带床抬到银行，怎料却发生猝死。儿女一时间悲痛欲绝，要求银行为此付出代价，甚至提出让业务员给父亲陪葬。至于邓家人为何提出这种要求，那还要归功于业务员的各种刁难。原来当时儿子邓翰林为了取出父亲存折的3万元，在各大部门四处奔波补全材料，可每次都被业务员提出新的借口给驳回。我跑到那里去了，他看了一下，他说又不行，他又说要我到派出所那里去盖章签名呢。邓翰林闻言也十分恼火，难道银行需要的材料就不能一次性向他说清楚吗？他一次又一次的跑来跑去，耽误的并不是自己时间，而是父亲的生命。所以他恳求工作人员先让他把钱取出为父亲治病。谁知工作人员却开始不耐烦，直言你父亲是死是活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说你不会去借钱啊，会去太前医院老爸。我说我老爸病了，就是这样。我说来不了啊，走不了啊。他说你可以把针头拉开嘛，用车拉过来给我照个相就可以拿钱了嘛。此话一出，邓翰林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怒火。当初存钱时低三下四，现在取钱却各种刁难。既然你非要让自己父亲亲自来取钱，那么他就满足你。随后回到医院和兄妹商量后，便用板车抬着父亲来到了银行。怎料业务员阿强见状，却当即吩咐保安关闭银行大门。但这并没有难倒邓翰林，随即喊来众多亲戚，强行闯入了银行。怎料此时的父亲已经没了生命体征，在那里等了很久。等了很久了，他们看见我老爸不行了，他在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，看到我老爸不行了，就叫我们过去拿钱。他们拿到钱了给我，我老爸已经去世了。眼睁睁看着父亲离世，也成了邓翰林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疤。为了替父亲讨个公道，便要求银行行长出面，完成他提出的各种要求。要我们赔偿40万，这是第一条件，40万。第二呢，要我们信用税保证跟镇政府保证，他要土葬，不许火化。第三呢，要我们那个大堂经理要陪葬。显然银行行长并不买单，认为老人的离世不光是银行的关系，也有老人儿女的责任。毕竟当时业务员已经同意取钱，可老人儿女拿到钱后却并没有直接返回医院。本来取完钱就马上拉他回去医院治病了，但是奇怪的是一直留在那里，要我们赔钱，要赔1万块的误工费。在行长看来，业务员即便有错，也比不上老人儿女的狠心。不过为了降低社会影响，他还是愿意拿出13万元作为补偿，并开除了那名刁难邓翰林的业务员。事情至此落下帷幕。那么你们认为老人的离世到底和谁有关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